今天給你們來個電鰻電蛤蟆慢動作版。首先有請1號蛤蟆登場。1號蛤蟆是由我本人的親女朋友獨家非情願贊助，主要是這蛤蟆他讓我留着回來他吃。那麼在他得知此事回來以後打我的時候，希望大家能替我求求情，留我一條狗命，謝謝。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場上的情況可謂是狹路相逢。那麼在慢動作鏡頭下，電鰻電蛤蟆的一瞬間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誰讓你直接吞呢？你以前不是電暈了再吃嗎？拍視頻的大哥，視頻效果全沒了，你吃完了你還打嗝？你真的，我要是不怕被你電死，我高低我進去一大嘴巴子，我踢死你。接下来有請2號蛤蟆登場。2號蛤蟆咱們还是可以看出来造型非常帥的，而且他的泳姿採用的是双腿交替式踩水。這裡有個知識點啊，我們人類的蛙泳就是跟蛤蟆學的。咱們的蛙泳不是2條腿一起蹬嗎？那蛤蟆不是這麼游的，那是咱們學岔劈了啊！对，泳姿的問題不重要，這期主要是看那個電鰻放電的慢動作。好，我們可以看到電鰻採用的是一個偷襲的戰術，一股杀氣由蛤蟆的踝關節流向它的半月板，然後直衝天靈蓋。警覺的蛤蟆試圖逃跑，可是電鰻在一瞬間釋放出的電流使它全身麻痹，蹬直了雙腿。接下來電鰻用了一個難度係數9.9的嘴唇的壁咚高難度動作 KO 了對手。根據電解水的原理，強大的電流在水中釋放會產生大量的氣泡，這個我是瞎說的，你們不要輕易相信，我也不知道真假啊。學識淵博的朋友可以解答一下，為什麼電鰻放電會有气泡？我也要去研究一下子。我小時候蛙泳是不是學錯了？我呀，不是2腿一塊蹬嗎？墨魚在我的精心照顧之下，那活的是非常……哎，你别走哎！露馅了。這個吧，我可以解釋啊。你們看这俩墨魚其實活的就很好，那為什麼就它涼了呢？我給你們個完美的解釋啊，就墨魚這個玩意兒，它不像章魚愛鑽洞，那為什麼它死在了洞中呢？首先排除是我養死的啊，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養死魚。然後根据我多年養死魚的經驗，這個墨魚指定是自己進洞裡頭，完了就迷路了，然後他就在裡面來回撞啊，就給自己撞死了。真是一場精彩的推理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沒有任何一個人持反对意見。你俩看好他啊，別閒着沒事往那個洞裡走，否則他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哎，我就知道我一養死墨魚，一有墨魚自殺，你俩就得樂。恭喜你俩，磨牙補鈣墨魚骨庫存加1。剛才那個加上冰箱裡這倆，你俩鳥有3個墨魚骨，你俩多酷！跑啥呀？別怕，你俩很安全。我目前為止只養死過1只鳥。然後再說一下啊，我家這個能擬態成各種動物的擬態章魚最近是拍不了了，它就是又擬態成一個死章魚了。完了啥時候能擬態成個活的我也不太清楚，主要是這玩意儿现在買不着了，這咋又拉絲兒了呢？生命真是太偉大了，一只毛都沒有長齊的小鸚鵡，居然過了短短20天就已經羽翼豐滿。想到這兒，我真是倍感欣。喂，回家！那个没有羽毛全薅了。可算抓到了，他俩太凑人了。倒断奶年紀不斷奶，飛得還挺高。那斷奶梁擱旁邊放着一動不動。但是我剛才摔倒的時候，我想到個絕招，保證能讓他倆斷奶。我來鳥舍借一個已經成功斷奶的鳥回家跟他們生活3天，不就教會他倆吃糧了嗎？哦，到家了，跟鳥舍那姐說好了，3天之後把這個小鸚鵡給他送回去。這3天你就負責教他倆怎麼吃糧就行啊。這辦法絕了，想出來這辦法的人他多少沾點智商。3天後，完了，情況老尷尬了。現在他不僅沒教會那倆怎麼吃糧，反而他自己還吃上奶粉了。這啥絕招啊？想出來這招的人他智商指定是有點問題。這咋給人家往回送啊？到3天了不送也不行啊。没事，我先走了哈，姐。快教你家那俩鸟吃的咋樣啊？挺好，他仨现在都吃一樣東西了。快跑！評論讀完了，工具整全了，熊孩子的思想工作也建設完了。鯊魚牙開整。A 計劃用疏通下水道的鋼夾把鯊魚牙夾出來。失敗，這玩意兒只能夾到大東西，鯊魚牙太小了，根本夾不到。B 計劃用繩子固定重物，然後反纏膠帶把鯊魚牙給粘出來。膠帶沾水一點粘性都沒有，失敗。必殺技利用熊孩子的逆反心理，這個鯊魚牙千萬不能整出來，知道嗎？要等你自己找。跟我玩什麼
最後一招，利用虹吸原理，通过水管子把鲨鱼牙吸出来，有用。哦，快，来个特写！而且就很奇怪，脱落完之后又被海水泡了这么久，而且居然还这么硬。我好像彪，我闲着没事摁它干什么玩意兒呢？我這算不算被鯊魚咬了？塗點碘伏防止感染。收集了這麼多鯊魚牙，讓我們請出今天的變裝主角——偽裝蟹。這種螃蟹會把它周圍的一切物體都粘到自己身上，來達到一個偽裝的效果。那把它跟鯊魚牙單獨放在隔離盒裡，就會鯊魚牙聖衣。就這一事，別說海裡面的天敵了，雅典娜瞅着你都得炫一個。還剩不少鯊魚牙，你們有想要的沒？我家鯊魚缸每條成員都分工不同，一條魚進缸，檸檬鯊負責主攻，黑鰭鯊負責收人頭，皺唇鯊負責撿剩飯，奶牛狗鯊負責撿剩飯的剩飯，小溪畔鯊負責撿剩飯的剩飯的剩飯。這大海鳗可就厲害了，它主要負責不吃，咱們主打的就是一個挨餓。自打它去年夏天來我家之後，一口東西沒吃過。你要說這玩意兒好養吧，它大半年沒吃食兒；你要說這玩意兒難養吧，它大半年沒吃食兒還沒餓死。看着它日漸消瘦，我太難過了，都瘦掉刺兒了。我本來打算養不活了，我紅燒了呢，這沒剩幾兩肉了呀。所謂有得必有失吧，海鰻每天掉秤的同時，我也算有收穫。鯊魚的一生要換3萬多顆牙齒，在我養鯊魚這1年半的時間裡，過濾裡攢了這麼多的鯊魚牙，我可以把它們拿出來裝小罐，做項鏈，串手串。但是這個過水格的空間是個問題，又高又窄，做個道具。前段時間來我家搶西盤沙的那幫人留下的漁網，把網卸掉後，再把手處反纏膠帶，讓膠面朝外，把這個伸進過水格，就可以把鯊魚牙全部粘出來，而且長度不夠還可以伸縮。一個天才的道具，天才的點子，再加上個天才的我，還整不明白你了。太長了，沒事兒，換個方向不就行了嗎？有沒有腦瓜活的？給我想個招，幫我把這鯊魚牙整出來吧。什麼情況？藍環章魚死了一隻，難道真是我養死魚了？不對，冷靜下來好好推理一下。門窗沒有被撬開過的痕跡，門鎖也沒有問題，看來不是外人所為。一切的證據都指向是我養死了藍環章魚。雖然大家都叫我海洋之災，可眾所周知我不可能養死魚。前天被我關在隔離盒裡的藍環孕婦抱着死者的公藍環章魚，難道……我知道了，心機之蛙一字母黑道，兇手就是你，公藍環章魚。你一直都非常愛慕着死者，但是礙於你有老婆的事實，無法跟他喜結連理。於是你殘忍的讓你老婆懷孕，利用我害怕藍環章魚成功孵化的心理，讓我不得不把它關進隔離盒。沒有了老婆的束縛，你就可以跟死者明目張膽的郎情妾意，但是你在跟他忘情擁吻的時候，不小心咬過了死者的舌頭，使他中毒身亡。而證據就是這隻擁有劇毒而且餓了半個月的河豚都不敢吃死者，可見死者體內注入了比河豚更厲害的毒素。只有你藍環章魚有這個實力。誤殺了情人的你惶恐萬分，想嫁禍於我，可你忽略了我不可能養死魚的。邪惡的你想躲進真相的黑暗，而把你薅出來的是我這個外表看似腦殘，智慧卻過於常人的名偵探王小怪。博士，我推理的沒毛病吧？哦，帥氣的怪，我覺得你真的是個天才。家裡的寵物集體懷孕，大家都會高興吧？但如果有一個是藍環章魚呢？我現在的心情很複雜，可以說是喜憂參半。造成這樁懷孕慘案的鹹魚一共有2隻，露半張臉盯着孕婦看的害羞環，還有一直在旁邊秀肌肉的健美環。可是我在推理案情的初期就遭到了致命性的阻攔，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會看這玩意兒公母啊，這玩意兒作案工具長哪呀？現在當務之急還是怎麼處理這個孕婦。我知道你們很想看藍環章魚寶寶的降生，但幾十隻藍環章魚前赴後繼的越獄，我可能連搬家的機會都沒有了。上隔離盒吧，大人小孩全關一塊兒，穩妥。哎，你吐沫咋焦黃呢？上火了？第一位孕婦搞定，心裡踏實多了。帶你們看看第2個孕婦。哎，對了，我這空了個1米的魚缸，大家想看我拿這缸養什麼，直接吱聲啊，必須滿足你們。第2位孕婦登場。雖然我不知道是他倆誰生的，但是後面那個確實是墨魚卵。給這倆懷孕嫌疑婦都補充營養吧。我現在心情非常複雜，你倆是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趕在我買的墨魚卵到家了才生，這錢花的渠呀！孵吧，
多子多孫，好。不过能不能孵成还两说呢，毕竟我的实力搁这摆着呢嘛。看，我养的海参开花了，谁能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情況？嘿，伙計，讓我來告訴你。這種海參嘴巴附近長得如同觸手一般的神奇器官，是用來輔助進食的。我是說，它們吃浮游生物。而我們吃的食用海參是吃藻的，而非浮游生物，所以它沒有觸手。不信，我咬開給你們看看。It's so delicious。哎，我泡好的海參哪兒去了？家事不能怠了，來海鮮市場給螳螂蝦打個獵，來點花蓋蟹，再來點小鮑魚兒，到飯點了。哎，你給螃蟹打漏氣了？這小子現在挑食了啊！螃蟹不吃，吃鮑魚。哥呀，砸不開的話，要麼你考慮一下翻過來直接吃呢。到底給砸碎了，翻個面的事兒，你這進肺的。螃蟹放冰箱留着以後餵。嘿，等一下，螃蟹如果長時間冷凍在冰箱裡，它的肉會化成水的，所以那就呀。It's so delicious。完。又到俩新墨魚，雖然上一次的墨魚讓我養的全軍覆沒，按理說我是沒臉再養了，但是我對這個東西的喜愛已經蓋過了這種羞恥感。為了防止它入缸之後吐沫壞我整缸水，我決定用網撈它。受驚嚇的它有沫會在袋裡吐，這種就屬於肚子裡沒墨水的，特別讓人省心。而且雖然我聽不懂烏賊語，但是我莫名其妙的覺得它好像是在罵我。撈第二條，這條有點意思，一丟丟沫在袋裡吐完了。你們以後養墨魚也可以用我這招啊，因為眼見為實。我完，趕緊撈出來！哇哦，吐的更多了耶！抓緊把水換了，不對，我好像沒有挺好的海水。那我就在這兒就這麼瞅着，都能當鏡子了。還是交給我的過濾系統吧，我相信氮分一定能把所有沫都打出來。水清了，哎呀，我這一缸小水經受住了考驗吶！氮分把所有的沫都給打出來了。誰家缺墨汁吱聲啊？品質上乘就是有點腥。再看看咱這墨魚的狀態，這個其實就是我培養我家魚的一個品德。你看別人家那魚天天吃活食殺生啊，你再看我家魚就是非常的善良。就即便螃蟹已經挑釁到這種程度，但是你看我家魚就無視它的挑釁。所以說呀，就是道德品質這一塊呀，它是我教育的重中之重啊。就這樣魚以後都能有福報。經過了我長達1個月的地獄式特訓，我家長脊大兜蟲已經掌握了超高的格鬥技巧。現在玩具蟲已經滿足不了它了，夾個核桃給為師嘎瘩牙來。所以說呀，你不給夾你也別癟呀，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我教了你1個月，怎麼說我也算是你岳父。所以我給他找了個對手，南洋大兜蟲。這玩意兒堪稱大兜蟲裡面的三角龍，但是它剛變成成蟲還不適應這個身體，得先蟄伏1個月，然後才能和長脊大兜蟲相愛相殺。那個他好像沒法相愛相殺了，真涼了。南洋，楊哥，可惜了，這麼好看，要麼給它做成標本呢？是呀，它剛才動了，你們看啊。你薅我窗簾幹什麼玩意兒呢？你們看啊，你看，雖然只有1下，但確實是動了。整明白了，南洋在蟄伏期的時候喜歡仰臥，關鍵他有時候仰臥的造型吧。我居然在一隻蟲子身上看到了安詳，怎麼跟遺體告別似的？確定一下是否還活着？啊，活着呢，確定了。你是怎麼把這2張紙給刨成枕頭和被的呢？我家冷啊。來，咱靠着睡吧，別躺着了。你一躺我就想隨禮，這一靠怎麼又像臥床重病似的呢？你好好養病啊，等你病好了，跟這個幹一下。今天是大豐收的一天，到了一隻袋裡加了麻藥的海水河豚，估計是怕運輸過程中它的小牙把袋給咬破。還有一條長相極度奇怪的魚，不出意外的話，它應該是出意外了。重點是它送了我一隻帝王蟹，像我這麼大方又愛寵物的人，那必須給我家寵物吃。他的1條腿有腿吃就吃，不錯了，要啥自行車？先餵螳螂蝦，
等一會兒螳螂蝦吃剩的食物，我願稱之為東南亞風情蝦蛄手錘龍蝦丸。再為真銷章魚，堅硬的蟹腿與柔軟的觸手邂逅所碰撞出的反差感，表達了我對後現代都市青年愛情觀的控訴。而觸手上有力的吸盤，代表了現代年輕人在愛情當中極強的佔有欲。如此發展下去，最後的結局必然是來回拉扯，抓得越緊，另一半的越是想逃。哎呀，謝謝張師傅的手部拔罐服務啊，真去火呀！拔一下松快多了。最後一块喂給墨魚，但是他們過年的时候全军覆没了。不過沒有關係，我燒給他們，應該能搜着。燒完了，哇，甘甜。到了條新鯊魚，你們猜猜是啥？新皺唇鯊。朋友擔心我觸綱生情，加急空運來的，80多斤，這種朋友可交，還送倆暖水袋。老天保佑，一定要活着啊！我願意用我胖20斤為代價換這條魚平安無事。媽呀，活着呢！不知道為什麼我看着你活着，我有點不太高興呢。過完水了啊，入缸。下回你們看我視頻，要是發現我臉圓了，請不要在底下評論告訴我。上一只皱唇鯊就是搁這個口跳出來乾死的，你就搁這兒進去吧。希望你這輩子都不要走回頭路。狀態倒是挺好，就是有點瘦。完了，他入缸以後，我發現藍環章魚狀態有點不太对勁兒。你搁那兒挠啥呢？瞅着鯊魚你頭皮刺挠啊！哥們跟我說箱子裡還帶了個小禮物，俩海螺還特意裝個袋兒，但我瞅着怎麼眼熟呢？查着了，可以說是一模一樣，所以它是鸡心螺。完，屏幕碎了。整明白了，哥们说看我养蓝环章魚養挺高興，再送我2個小獨寵讓我高興高興。你送我你倒吱一聲啊！是不是看藍環章魚遲遲不肯行動，迫不及待想吃我席了你？科普一下啊，這個叫雞心螺，也叫玉螺，是一種含有劇毒的海洋生物，它可以從嘴裡面噴出一種特別細小的毒針，毒性大的品種甚至可以致命。所以大家在海邊看着這玩意兒千萬別碰啊！我現在養的東西啊，一個給自己搓澡的藍環章魚，一個人吃了會中毒的銅柱熟若蟹，這又來倆雞心螺，真是不給我活路啊！歡迎大家來吃席啊！又有不好的消息了，我養的最久的一條鯊魚皺唇鯊死了，很明顯是跳缸出來乾死的。昨天晚上小區裡有人叮咣放2踢腳啊，應該是因為這個給嚇跳缸了，魚缸蓋都給撞開了。也賴我沒及時發現，我現在心情有點複雜。就這條鯊魚，它是真陪了我1年多，它都經歷過啥事兒啊？設備突然壞了，導致魚缸氨氮超標，檸檬鯊當天就涼了，白鰭鯊第2天涼了。這隻皺唇鯊當時氨氮中毒，還蜷縮在角落吊着一口氣兒，甚至我撈它的時候，它還能游起來。網都撈不着，大哥，你不是應該氨中毒嗎？雖然當時的我就嘴就沒閒過，一直在吐槽，但我心裡是真高興，這是唯一的一個安慰了，它還活着。然後因為那缸水壞了，沒有地方放它了，實在沒招了，我就把當時還處在氨氮中毒狀態下的它緊急搬到了這個連水都沒有養好的新缸裡，然後從此它就在這個缸裡面頑強的活到了昨天。我現在還是想象不到到底受了多大的驚嚇能把它給嚇跳缸。本來想在河邊挖個坑給它埋了，結果東北這個天氣實在是太冷了，地都凍了，接近2點才挖這麼深，鐵鍬把都幹折了。對不住了，兄弟，哥盡力了，只能挖這麼深。這會兒功夫給你都凍硬了，帶點大蝦路上吃，還給你帶點鹽呢。旁邊是河，你要感覺淡了，你自己加點吧。我倒不了太多啊，別再給這整成鹽鹼地了。一路走好啊，一路友好。今天給鯊魚改善一下伙食，給他來一個老怪秘製小漢堡。你好，請給我最大那盒。超帥了。這一盒120，代價有點大。坐吧，不坐我怕他懷恨在心。這玩意兒大了我也打不過呀，給他削個膀子犯不上。扒好的大蝦再給他往上一夾，海鮮版的3文魚肉夾饃就做好了。切下來的邊角料為螳螂蝦，你咋吃啥之前都得吹2下呢？我去，一拳給打漏了。哥，另外那個魚肉吧，就是咱不是非得必要給它打成魚丸才能吃啊，就直接吃就可以了。另外淡不淡，我給你蘸點海水啊。喂鯊魚，咱這手艺行不？落水都不散，這就是蝦油和魚油的完美。你把嘴給我撒開，那是給你的嗎？還好我技高一籌，多做了幾個，要不然這個小玩意兒它
膽是真肥呀！这你都敢抢？最后一块檸檬沙到现在没吃着呢啊！来，出来了，给我猛撂一跤来！最后。当然不能忘了这只我亲手孵化、茁壮成长，并且有一天要成为杀人王的男鱼。鲨鱼王的男人，你看你咋还挑食呢？今天应网友要求实测一下毒性低的蓝环章魚毒性強不強？你倒是把我夾子鬆開呀！拍視頻的大哥，哎，不要了。他咬的這只螃蟹現在應該已經涼了，拿來吧你。然後把這螃蟹分成3份，分別餵給其他螃蟹、蟑螂還有蟋蟀。把它們放在黑暗點的地方，刺激進食。半個小時，螃蟹已經徹底涼透了，蟑螂還是活蹦亂跳的，但是蟋蟀可以明顯的看到它的神經已經被麻痹，有點半身不遂了。那還你吧。沒想到螃蟹竟然比蟲子先涼，我覺得是因為章魚本身它的捕獵對象就是螃蟹和蝦這種甲殼類動物，它的毒液肯定對這種動物有針對性的奇效。我們再去看看蟲子。1個小時過去了，蟋蟀已經徹底涼透了。其中一只蟑螂只是行動上有點遲緩，而另一只蟑螂，這是吐血了。5個小時過去了，蟑螂也徹底涼透了。所以，即便是毒性最小的那個品種的藍環章魚，也至少有個蟑螂藥級別的毒性。千萬別覺得5小時的蟑螂藥毒性低，這是我之前用毒性大的藍環做的測試，蟑螂半個小時之後才嘎的。所以不是藍環不夠毒，還是小強們太強了。哎，他把自己毒死了。今天一覺睡醒，看到好多人感謝我，沒想到我也有能做科普視頻的一天。首先，這個確實是藍環章魚沒錯，但是藍環章魚也是分品種的。你們瞅一下子火鍋店這隻，跟我現在養的這個藍環章魚是同一品種，其外貌特徵就是身上的藍圈非常小，這個品種也是所有藍環章魚當中毒性最小的。聽說當地漁民還有拿這玩意兒餵鴨子，但是鴨子沒涼的。但是有毒就是有毒，千萬不要吃啊！那可能有人會問了，毒性大的藍環章魚長什麼樣？長這樣。視頻這隻就是我之前養過的，全身遍布巨大的藍圈，特別漂亮。但是這種藍環章魚毒性巨大，被咬到的話救護車都不用叫了，能寫遺書抓緊寫，寫慢了可能事兒都沒交代完人就沒了。當時我那隻藍環章魚是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跑缸外頭去了，咋找沒找着，直接就給我下搬家了。當時住那房子，我到現在我沒敢往外賣。有我的前車之鑑，我呼籲大家一定就是看着帶藍圈的章魚，別碰、別摸、也別吃。然後還有好多私信問我高溫消毒行不行，煮沸需要等幾分鐘。鄭重聲明一下，畫個知識點啊，藍環章魚毒素屬河豚毒素，眾所周知，河豚毒素是高溫無法分解的，所以大家都要好好活着，不要嘗試。哎，如果說過年大家非要吃點不一樣的東西，比如咱們臉盆那麼大的帝王蟹啊，10來斤的大龍蝦。以上那些東西，大家在吃之前呢，先發過來給我鑑定一下子啊！要實物不要圖片啊，圖片鑑定是不準的。完了就是它有沒有毒，能不能吃？我先給你們鑑定一下子，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就是這種小事我非常樂意啊！我這眼淚都從嘴角流出來了，我。鯊魚是血，那它愛吃東北血腸嗎？今天測試一下鯊魚對血腥味的敏感程度。首先試一下魚血，咋沒反應呢？咱家鯊魚沒長鼻子？嘿。開始找了，紀錄片不曾欺我呀！這點魚血能讓他這麼激動？我一會兒去趟菜市場買點咱東北的大血腸，這玩意兒鯊魚要是愛吃，那可好玩了。那個血腸少嘎點行不？拿回家餵寵物了。我餵鯊魚。鯊魚還吃這個？那試試。這個血腸我還特意問了，沒加任何蔥薑蒜什麼調料，它就是豬血、水還有鹽。再把這個腸給它去了，鯊魚吃下去保證是沒問題的。你們幾個準備好做一隻純正地道的東北鯊魚沒？好，我們能看到血腸落在了場地的中央。1號鯊魚運氣回頭吃下了血腸，此番操作可謂是蕩氣回腸。哎，他吐了，吐完了又吐了，吐完了又吃了，吃完了又吐了。看來這位選手想吃血腸的心不是很堅定啊。此時吸盤鯊選手竟然吃掉了他所有吐掉的血腸，不愧是光靠捡剩飯就能長得比鯊魚還大的吸盤鯊。不過想想也是，沒聽說誰家鯊魚是吃豬肉長大的，還吃你的魚吧。